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9月29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学习 HSK 第2集的词汇。那今天我们轻松一点，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词汇哦。好的，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然后你也可以成为我的油管会员，1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的工作。好，那么欢迎大家，好，欢迎 Alexander Halloween， 好，感谢大家帮我点赞哦。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2个词汇，第一个叫做计划。跟我念一遍好吗？计划，计划。第2个词汇，计算机，计算机。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词汇。Hello Mandarin。好，计划这个词汇非常的重要哦，一定要会的基本词汇。计划就像英文的 plan， 它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好。那么我们现在在句子里面的是当作动词的用法，我们看一下句子，他计划明年3月去德国念书。好，念书可以是 study 或者是 read a book 的意思哦。好，念书，念书，他计划 he planned， 他计划明年3月。好 next March， 中文会说Next year March 啊，中文我们会先说明年，所以比如说你要讲 next spring， 中文会说明年春天。好，那如果你要说 next September， 中文会说什么？明年9月。好，所以中文会用明年888。好，那当然你说 last， 比如说 last March，你可以说去年，好，谁帮我打一下？去年3月，所以中文会加明年、今年、去年 ，last March 就是去年3月。好，记得一定要表达正确哦，因为跟英文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好，老师再说一次哦，明年3月 ，next March。去年有人打出来了，去年3月 last March，this March 我们中文会说什么？今年3月，今年3月啊，今年3月。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这种不同的表达哦。好，去德国，你们有没有去过德国？理查老师有去过德国哦，老师去过德国的法兰克福。明年跟来年啊，来年比较不一样。来年第一个比较书面语啊，第2个就是比较少用吧。我觉得明年比较口语，比较常用啊。而且来年可能指的不是真的明年，它可能描述的是某一个时间点的下一年啊。所以来年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表达，比较正式，而且呢，它可能表达的是某一年的下一年哦。好，佳佳、艾云都去过德国哦，好，很棒。好，我们看一下当动词的时候，计划怎么用？我们看大前年可以，大前年英文怎么说 ？The year before last year 叫大前年。那我们中文还可以说后年，哎，不对，前年，前年才是 the year before last year 是前年，大前年就更早了。大前年是更早的1年了啊。那后年，好，比如说今年是2025年，去年是2024年，前年是2023年，大前年是2022年。好，明年是2026年，后年是2027年，大后年是2028年。好，特别注意哦。好，老刘结婚 get married 计划，
何唐玉，明年。好，欢迎这个 Charles、Henny 啊，还有春娇、志忠，欢迎，还有慧君，还有鸡蛋豆腐，还有雅玲，欢迎。答对了，老刘计划，好，这边当动词用哦。明年和唐玉结婚，很好。老刘计划明年，中文要记得，我们先说时间哦。明年和 like with 和唐玉结婚 like get married with someone。好，很棒。老刘计划明年和唐玉结婚。好，欢迎宋平。宋平说祝老师生日快乐。诶，宋平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这个是老师都不太想讲，今天是我的生日，为什么？因为一年比一年老了，年纪大的人都不想过生日，都想要忘记，不想要过生日，因为越来越老了。就是每一年都老了1岁。当你50岁的时候，你就不想过生日了，因为年纪大了，表示自己老了。OK， 好，答对了。我们看下一题。那计划当名词怎么用呢？我们看一下。好的，计划今天是先看书，再和朋友吃饭。好，先看书，先 do something first， 先看书，先后面加动词 do something first， 先看书 read first， 再 and then， 这边的再就是然后的意思，然后 and then， 然后和朋友吃饭 with friends， 和在这里是介词 with friends， dine with friends， 和朋友吃饭。好，今天的计划 the plan today's plan OK， 今天的计划是先看书再和朋友吃饭，答对了。今天的计划是先看书再和朋友吃饭。好，你这边可以加个一起吃饭也可以，再和朋友一起。什么叫一起 together， 先看书再和朋友一起吃饭。好，你可以加一个一起，不要也没有关系哦。好，今天的计划是先看书再跟朋友吃饭，或者是一起吃饭。好，答对了。好，谢谢雅玲还有 Halloween， 祝我生日快乐。蓝墨，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其实老师没有在过生日了这个有的人可能想要开一个生日派对 birthday party， 老师是没有的，我没有在过生日。OK， 好，对，人老心不老，很棒，裴静说的很好，人老心不老。对，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个孩子，我觉得自己没有很老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好，广告时间，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油管会员，然后支持老师的工作，谢谢大家好，那么帮老师点赞留言，老师就很开心了好的，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词汇，计算机。计算机就是电脑，计算机就是电脑的意思 computer。 但是呢，一般我们很少用计算机，我们只会用在比如说大学的科系，或者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文章里面才会用到，或者是书的名字才会用到计算机，其实它就是电脑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呢，说话都说电脑了，我们不会说计算机，所以简单说，计算机是一种很正式的用法，通常用在大学的科系专业里面，或者用在专业的文章里面，或者用在书的名字 book title 书的名字上面才会用计算机3个字好，我们看一下句子。calculated， 计算是 calculate，
计算的意思是 calculate to calculate， 或者是 count， 计算就是 to count to calculate 计算process 好Henny 问 calculator 英文怎么说？等一下老师介绍一下好，兆明在大学的专业 OK like major in college， 在大学的专业，好，在大陆叫专业 major college major， 我们在台湾叫主修好，兆明在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好，各位同学，这种计算机这个词汇只会用在大学的department或者是 academic field 上面只会用在大学的科系上兆明在大学的主修在台湾 major 叫主修是计算机科学。好 OK， 那么各位同学，所以一般来讲你们平常是不会用到计算机这个词汇的我们就说电脑就好了。好的，计算机就是电脑的意思，但是多用在什么叫多用在？就是大部分会用在哪里？就是 mostly used。 OK， 多用在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是用在哪里呢？专业 major， 学科 subject， 正式的场合 formal occasion， 正式的场合才会用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子。在书店买了一本书，黄夏。好，黄夏是一个人的名字叫计算机基础。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它的 book title， 它的书名叫做什么？计算机基础。什么意思？电脑，就是 like basics， 电脑就是你买这本书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怎么使用电脑电脑的一些基础的使用方法 basic use of computer。 OK， 好，所以计算机基础你看它会用在书的名字上面好，计算机基础这个是书的名字好的 title of the book。 好，请问答案。好，很好，黄夏在书店买了一本书叫计算机基础，答对了。黄夏在书店 in a bookstore， 在书店买了一本书叫计算机基础，答对了。好，黄夏在书店买了一本书叫计算机基础。好，没问题，答对了好，所以计算机一般用在书名上面好，或者是大学的科系专业里面。好，再来，刚刚那个 Henny 问说，老师，那 calculator 怎么说呢？好，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学的是大陆的中文，大陆叫计算器，台湾 calculator 叫计算机，所以在台湾计算机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 computer， 第二个意思就是 calculator， 我们都叫计算机。 OK， 所以呢特别注意，如果你在大陆或者你学的是大陆的中文，这个在大陆这个东西在大陆叫计算器，在台湾我们还是叫计算机。 OK， 而且很常用好，特别是做生意的人他会有一个计算机，学生也会有一台计算机，对不对？好，那么就看你学的是哪里的中文好，计算器，计算机。好 OK， 我们看一下，它算用在这里计算器。好，台湾叫计算机。数学题 like math questions, math problems， 数学题 math problems。 好，它用 OK use a calculator to do something， 它用计算器算 OK， 这里的算就是 to solve, to count, to solve, to process 的意思好，
他用计算器算数学题。好，在台湾，他用计算机算数学题，他用计算器算数学题，他用计算机算数学题。好，没问题，答对了。好的，那么这两个词汇并不难一般我们说话呢就用电脑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叫它计算机；如果你在大陆看到这个东西，他们叫计算器。计算器好 OK， 这就是 calculator 中文要怎么说。好，这边老师帮你整理出来了，希望你们要懂另外刚刚那个词汇叫计划 to plan， 非常高频的词汇，请你把它记起来。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啦。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要早一点下课，我要早一点休息，我今天要早一点睡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我可以许愿，我可以早一点睡，我可以玩游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决定要早一点下课了。OK， 那么我们明天是说故事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来上课。晚安咯，拜拜唱歌老师好久没唱歌了，下次吧